找到了拯救沙老师的办法之后，教室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。不知不觉就已经到了2月，距离毕业，距离暗杀老师的期限只剩下了32天。大家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前程，有的想要去轻松的高中，有的想提升学历。赤羽决定继续的闷秋上高中。虽然他的成绩再顶尖的高中都能上，但是唯一一位能和他并肩比拼成绩的人，只有这里才有。又一对奇怪的 CP 诞生了。朝田的志愿是银雪大学附属高中，但是上完大学之后想干什么？朝田陷入了迷茫，放弃了当杀手之后，被赋予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特殊技能的他，到底能干什么？小樱一语点醒梦中人，你不是要当老师的吗？人们会想成为改变了自己的人。朝田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憧憬着沙老师。考试当天，沙老师搞出了无比壮观的巨汉团队为朝田加油。时间很快到了情人节，毛野扭扭捏捏的想把巧克力送给朝田，被最能搞事的中村和赤羽发现了。没想到演技完美到连沙老师都没看破的毛野，居然会栽在朝田身上。上次的事件让毛野喜欢上了朝田，但朝田本人却觉得自己做错了事，一直小心翼翼。所以毛野如果不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对方的话，朝田是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喜欢他的。就算演过再多的感情戏，但是面对喜欢的人总归不一样。毛野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对方。赤羽提议观察一下班里的其他人。山野收到神奇的巧克力，高兴的疯掉了。不过看神奇平淡的反应，这应该是友情巧克力。千叶和素水这对神枪手组合间总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。4班组只有一个女生，送出的巧克力恶搞大于心意。片冈买了超便宜的员工专享巧克力给基北，送礼的方式和目的都因人而异，所以毛野放心大胆的去送就行。至于一直在暗中偷窥小情侣的沙老师，他们会负责引开。于是毛野鼓起勇气拽住了即将回家的朝田，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。朝田发现了坐在不远树枝上一动不动看着什么的沙老师，于是立刻掏枪射击。然而沙老师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，他所在的位置超过了射程范围。看着朝田认真专注的表情，毛野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他了。朝田用最真诚的杀意温暖了失去亲人之后的他。最后毛野大大方方的送出了自己的巧克力，不过不是爱情，而是友情。至于沙老师在看什么，居然是毛野送的雪村老师的火辣泳装照。晚上比奇请乌坚到高级餐厅吃饭，因为用词太黄暴，差点把人气走。乌坚最近忙得很少到学校，各大国际组织正策划一场惊天动地的暗杀计划。千野校长拜访了在办公室里欣赏雪庄咏村的沙老师。千野对雪村的印象很好，可惜英年早逝。他听说沙老师有了获救的可能，所以希望沙老师明年也能留在这里执教。不论身份样貌，这是千野单纯对沙老师教师素养的评价。沙老师很高兴，但他已经决定只做1年老师。千野也不再勉强，掏出自己准备的巧克力送给沙老师。现在看来，他从上支配学校，沙老师从下支持学生，说不定这才是最理想的教育。2位怪物级别的老师开心的聊着天。这边乌坚和比奇约会也结束了。比奇很担心学生们，他们即将眼睁睁地看着沙老师被自己无法企及的暗杀杀死，受挫、无力感、心理创伤，不论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未来。他不想看到这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变成心理扭曲的大人。乌坚没有接话，而是让比奇以后不要再做杀手了，他太重感情了，这份感情到最后只会害死他。比奇气得掏枪，乌坚凭什么用一句话就否定他抱着必死决心走过来的人生？杀了很多人的他早就无法再回到阳光下了。当然乌坚的话没说完，他希望比奇放弃杀手的职业，和他一起工作。至于学生们不用担心，他们能凭借这1年的经验找到自己的答案。到最后甚至还隐晦地表示了愿意和比奇同居。惊喜来得太突然，比奇高兴的差点找不着北。紧张的升学考试结束，一班全员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。原计划接下来是要进行自愿咨询的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沙老师想做一本一班的专属毕业相册。为了这一刻，他可是专注抢镜1整年，偷拍了3万张和同学们的合照，当然其中还包括了大家各种黑历史和见不得人的小秘密。但无论拍了多少张，沙老师都觉得还不够，又拉着同学们换衣服继续拍。自1月份以来，沙老师就不太管着他们了，他也想让成熟的学生们多宠宠他，大家也很给面子的任由沙老师胡闹。对于乌坚来说，大家都成长成了优秀的学生，如果他有所困扰，也相信学生们一定会帮他解决。比奇因为昨天乌坚的变相表白，一整天都在冒爱心，嘴里都是过不了审的虎狼之词。两人还被沙老师拉去拍了婚纱照。朝田来到幼儿园继续辅导小樱，如果他这次的测试合格，就能堂堂正正的回到学校了。小樱的成绩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一想到曾经被凌霸的经历，他就无法安下心。朝田察觉到他情绪的剧烈波动，伸手帮小樱稳定了情绪。他所拥有的暗杀技能，说不定真的能够成为老师。于是，在最后的志愿咨询上，朝田向沙老师表明了自己想做老师的想法。沙老师当然非常支持，在青春尚未逝去之前，不要停下脚步，勇往直前吧。志愿咨询全部结束，沙老师一人留在教室里做毕业相册。乌坚下班离开，虽然在心里很感激沙老师，但他还是将沙老师的行踪报告给了国防部，因为今晚就是最终
终暗杀计划的启动之日。太空中浮现的巨大装置朝这座旧校舍发射出骇人的激光，这是针对触手生物的穿透性镭射卫星天之矛。这种镭射能穿透所有障碍物，仅仅对触手造成溶解，毫无征兆的攻击，就算是再厉害的生物也避无可避。然而沙老师还是险之又险的避开了，辐射烧穿了他的一根触手。天之矛的下次蓄能需要1周的时间，于是早就布置在4方的装置启动，针对触手的穿透镭射形成了覆盖整座山的屏障。天之矛地之盾，沙老师避无可避。这么大的动静当然引起了群众的骚动，军队出动围住后山，电视台将沙老师的存在曝光，并把他形容成了挟持一般妄图毁灭世界的怪物。一般同学很快赶到，但是后山被封，他们也被媒体包围，还好吴坚出面赶走了媒体。政府出动了终极手段对付沙老师，但大家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沙老师就这么死。暗杀明明是他们的任务才对，至少让他们去告个别。但是吴坚能怎么办？他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，让手下将孩子送走之后，吴坚离开了。大家都认为吴坚不近人情，而朝廷的注意力却在吴坚刚才那句不要让我困扰上，因为吴坚之前跟他们说过，如果他有所困扰，会相信学生们一定能帮他解决。吴坚信任他们，并将最后的希望托付给了他们。被困在教室里的沙老师将教室打扫得一尘不染，事到如今他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，但是他只有一个愿望，想再见孩子们一面。而大家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？虽然被严密的监视着，但他们还是想尽办法打探情报。最终潜入计划制定完毕，学生们趁着夜色躲过监控，义无反顾地朝着后山冲去。距离暗杀的最终实现只剩最后3小时。山里的警戒部队很快发现了入侵者，却根本无法阻拦。一般在这座山里训练了1整年，只要在这座山上，他们就是世界最可怕的暗杀集团。突袭、狙击、陷阱，在赤羽的指挥下，同学们放倒了所有巡逻小队，就连最强的队长都被赤羽和朝田的连招打败。学生们冲进屏障，回到了沙老师身边。镭射还有3个小时就会发射，那种程度的攻击，就算是完全防御形态也难以抵挡。大家都希望沙老师逃走，即使用他们做人质也可以。但是沙老师的存在已经被公之于众，就算他不会爆炸，世界各国也因为惧怕他这个恐怖怪物，还会想杀死他。这次的计划，无论是技术、时间还是人员，都完美无缺，是全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。沙老师很荣幸能成为他的目标，大家后悔没能早点发现做出行动，也对不顾他们意愿强行决定沙老师的政府感到厌恶。沙老师只是温柔地摸了摸他们的头，在今后的人生中，他们肯定还会遇到被强大的社会所绊而无法如愿的情况，到时候请不要对社会刨根问底，也不要憎恨社会，请怀着社会就是这样的不甘挺过去，然后再回头思考，在社会的激流里浮沉的自己应该以何种姿态前进。方法大家都已经学会了，有时候不需要正面对抗，可以逃跑，可以躲藏，发动奇袭，拿出意想不到的武器，不焦躁，不放弃。在经历过无数的尝试和失败之后，一定会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。这是沙老师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。即使一般的暗杀行动失败了，但是大家能够竭尽全力不顾危险来见他的这份心意，沙老师感到非常幸福。从月球爆炸到今天算起，已经整整1年了。雪村将今天定为了沙老师的生日，中村将生日蛋糕完好无损地带上了山，大家点燃蜡烛，唱起了生日歌。然而就在沙老师准备吹灭蜡烛的那一刻，一根触手从天而降，将蛋糕砸成了一滩泥。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，居然是柳泽和已经被改造成怪物的2代死神。看着已经不人不鬼的学生，沙老师想起了过去，他当时收下2代，只是因为想要提高暗杀效率。2代非常憧憬力量，他就授予他力量，以让对方见识到他们之间实力的差距。他将利益和恐怖充分的授予对方，所以对于2代为何背叛，他根本搞不明白。然而现在想来，他当时并不是个合格的老师，他总是在否认学生的想法，从来没真正的注视过那个孩子。柳泽在2代的强烈要求下，对他进行了改造，他原本的力量就很强大，如今加上触手，破坏力更是惊人。2代只用1招就掀飞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他的最高速度达到了40马赫，各方面的性能都是沙老师的1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触手设计并没有考虑持久性，不需要维护，寿命也只有3个月，死的时候也没有爆炸的风险，是国家研究出的最完美的武器。柳泽认为是沙老师夺走了他的一切，为了报仇，他甚至将自己的身体变为了触手。沙老师在2代和柳泽的围攻之下，很快落入下风。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是死在镭射之下，还是死在2代手中，亦或是死在自己最爱的学生们手里？沙老师的命运究竟如何？下期暗杀教室大结局，记得来看哦。